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苗栗明德水库旁边的水漾月明度假文旅。今天来苗栗旅行，晚上要住在这家饭店。刚刚3点 check in 完毕，梳洗了一下，现在出来散步。这是户外游泳池，正面对着明德水库。不过现在是冬天，没有开放。 水漾月明度假文旅，这是水漾明湖湖畔咖啡厅。哇，这是湖岸第一排。这个冬天台湾的雨量丰沛，所以今天明德水库也呈现应该几乎是满水位了吧。 明德水库，明德水库码头服务中心，现在歇业中。明湖水岸廊道体验优化计划，预计114年6月14日完工。 后来我在饭店听工作人员说，今年6月游艇码头将会重新招标开放，同时码头与鸳鸯岛之间会有空中脚踏车，让游客体验在明德水库骑乘空中脚踏车的乐趣。这样算水是多还是少？明德水库，我差不多5年没有来了。 以前造访明德水库都是当日台北苗栗来回，今天因为住宿在这里，就显得格外的有悠闲的气氛。我现在走往水坝方向，我现在正走在水坝的坝顶上。 中华民国59年3月竣工。明德桥。明德水库现在游艇没有经营，感觉整个景点变得冷清许多。 现在苗栗县政府打算要逐期兴建整个明德水库的环湖自行车道，不过可能也需要几年的时间，所以敬请期待。我回到水漾月明了，现在闲闲没事，等吃晚餐。 就来做一个小小的开讲，也算是回复粉丝的一些疑问。从以前到现在，不时会有粉丝留言询问，为什么你旅行拍片的时候，你老婆总是一个人默默走在前面？那为什么你老婆不入镜？然后有的粉丝会建议说，其实你影片当中应该多一点你跟老婆互动的镜头，这样子的话，影片会更生动。 而且相信会更提高点阅率。那为什么我不这么做呢？当然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老婆她自己不想上镜头，那当然我就不勉强她。另外，我个人的理念，我也认为我旅行出来算是也是在工作。那我老婆陪我出来旅行，她就好好的旅行就好了，不需要跟我一起工作。大家可能看到很多 YouTube 的影片。 夫妻出游，然后逗趣的对话，或是说夫妻一起开节目，这个夫唱妇随，
或是夫唱妇随，两个人互相抬杠，大家逗得哈哈大笑。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影片会更生动有趣，看起来非常的喜欢，但实际上许多的荧幕夫妻或是荧幕情侣，那你看到的只是表象。或许你现在看到他们嘻嘻哈哈的，等到镜头一卡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互相在检讨对方。你刚刚为什么那样讲？你那样讲会破坏我的人设。你刚刚那样讲会让观众以为我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可能就吵了几分钟，然后再继续再录影。事实上，面对镜头录影，如果是一种工作的话，任何人都会有压力，因为你会担心自己表现得好不好，镜头下表现得完不完美。所以旅行，如果要让我老婆也跟着我这样子的话，那我觉得就是拖着她一起来工作了。那我宁可她就是来陪我旅行。那旅行的时候，我也不会去干预她，她要怎么走，她就怎么走。那她走累了，她不想走，她找一家咖啡店喝咖啡等我也没有关系。那她就是出来度假。大家虽然喜欢看 YouTube 里面夫妻情侣互相开玩笑、互相抬杠，那彼此逗乐，这样的画面非常的生动，节目非常好看。可是大家应该也听过很多这样的拍片的人，例如网红夫妻，可能拍到最后拍到离婚，或是有荧幕情侣拍到最后频道拆伙，而且还撕破脸。那这不就说明了，其实夫妻情侣一起拍片、一起工作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你看到的欢乐的表面的背后，其实是有很多的工作冲突。一直痛，我过劳了，我工作过劳。那我采取的策略就很单纯，夫妻一起出来旅行就是一个度假，一个工作，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多年来我的影片里面，我的老婆就是默默地走在前面，我也不让她参与所谓的演出或表演。当然，除了夫妻情侣一起拍片以外，大家也看过一些频道，是譬如说是亲戚，或者是一些好朋友一起经营频道，很多到最后都是决裂，然后频道拆伙。那为什么？就是当一起工作的时候，其实都会有工作压力，那甚至会彼此有一些理念沟通，对于表现的方式都会有不同的意见。那如果是一般的工作伙伴，那也许可以理性的沟通，但是如果是夫妻情侣，是亲密的伙伴，那往往讲话会比较直接，没有再客气的，所以往往就会造成一些沟通上的冲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些网红夫妇，大家在他们的影片看到都是非常欢笑、搞笑，带给大家乐趣。可是没多久就看到他们离婚、拆伙，或是一些荧幕情侣在影片里面互相抬杠、互相捉弄，觉得非常的好笑、非常的好看。但是没多久，双方就拆伙，甚至不欢而散。就是因为拍片本身事实上是承受着工作压力。那既然如此，那我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拖进来呢？我带她出来旅行拍片，就我一个人拍片，她就好好的享受度假生活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如果你对我做这样的建议，你老婆应该多多露脸，你们应该多多互动，互相逗乐，这样的节目的收视率会更好，会有更多的点阅。那你这样的建议，事实上不是爱我，而是在害我。以上就是我今天在水漾月明度假文旅小小的Tony开讲。那我现在上楼跟我老婆会合，待会要吃晚餐了。那我今天的旅行，今天的开讲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